台湾民主国这件古早马甲，时不时就要被穿出来秀一下。但是，这个台湾历史上存在过的最短命的政权，真的是台湾独立建国的最早尝试吗？其实啊，台湾民主国和民主国家两件事都不沾边。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所谓台湾民主国的真相。1895年，在甲午海战中把清政府打趴的日本，强迫清廷签订马关条约，终于把黑手伸向觊觎已久的究极美味台湾。不料，急于将口中之物下咽的日本，却意外地被噎住了。马关条约遭到了台湾军民的抵制。如鲠在喉的石岛寿马上亮出了獠牙，派出近卫师团，也就是日本天皇的禁卫军，共7000人，从基隆港澳迪海滩登陆，由亲王北白川宫能久亲自指挥，准备以武力强行接收全台。此时，清廷官兵奉命陆续撤离台湾，孤立无援的台湾士绅眼看要被东洋武士活剥鲸吞。情急之下，全岛上演了一场史诗级自救。台湾士绅联合清廷留守官兵，宣布自主立国，对抗日本接收。这就是台湾民主国的由来。各位放心，彼时，台湾巡抚唐景崧被推选为台湾民主国总统，声明拒绝承认马关条约，反对割让台湾、澎湖。台湾民主国成立后，我被推选为领袖。从一开始我就喊话，变符改元只为拒日，绝非谋反。定下年号永清，意为永远忠于大清，连旗字都是蓝地黄虎旗，比清朝龙旗低一级。我上任当天仍穿官服，公文盖的还是巡抚大印。台湾民主国成立当天，还向清政府发出16字电报：台湾声明，义不成窝，愿为岛国，永待盛清。所以很显然，台湾民主国其实并不是为了独立，而是抗日保台的无奈之举。另外还有一个小心机，那就是以民主国家的马甲，争取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支持，干涉日本占台。显然这个小心机最终并没能如愿。随后，日本禁卫军开始从北至南强取台湾岛。邱逢甲、刘永福带着黑旗军等抗日军民浴血奋战半年，最终难敌装备精良的天皇禁卫军，战败台南，牺牲超过1.4万人，兑现了义不成窝的血誓。仅仅存在149天的台湾民主国，既不是民主政权，也算不上独立建国，最终难逃覆灭命运。不过它的存在也印证了一件事：覆巢之下无完卵，穿个马甲也没用。